仅140个国家反对，7国涉台阴谋失败。中国不论决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海问题，美国都管不着。大家好，我是吕哲。这次的7国集团峰会就是 G7啊，中国虽然根本没有参与进去，但是无处不在啊。G7名副其实啊，成了反华小作坊。而在峰会期间，美日又试图在涉台问题上指手画脚，并在开会前啊，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表示应共享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立场。日本媒体还报道，7国集团成员正积极协调，把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等内容写入峰会联合宣言。其实，在 G7峰会之前，就有一股很异常的风向。前段时间，美国几个忠实的盟友啊，包括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就频繁炒作所谓的台海问题不属于中国内政，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并呼吁让台湾地区加入世卫组织，甚至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和台独分子是同一个论调。他们的阴谋就是要将两岸之间的问题啊国际化。他们都没有上过历史课吗？其实他们对台湾地区的归属问题比谁都清楚，只不过是故意打台湾牌来拿捏中国。不过，G7首脑联合声明中关于对俄相关制裁，他们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关于中国的声明显然还有分歧，也就是说，G7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是很大的。即使是 G7内部，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没有跟风，更不用说国际社会了。是非曲直，这些国际社会啊都有目共睹。就在 G7峰会的当天，世卫组织啊在日内瓦也召开了大会。G7这一小撮国家又试图炒作让台湾地区加入世卫组织，抛出邀请台当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而中国做出不批准台湾地区参加本届世卫大会的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这次大会还没开幕啊，就有近140个国家向中方表明他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决定。美日等国操弄台湾问题，不仅是站在14亿中国人的对立面，同样也是站在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140个国家的对立面。事实上，美西方总是利用绝对的舆论优势放大自己的声音，并且将自己的声音替代为国际的声音，制造一种中国被国际孤立的氛围。但其实啊，这一小撮制造对立的国家才是真正站在国际社会对立面的人。他们天天炒作所谓的台湾问题，将台湾问题和民主问题挂钩，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加强和台独势力的勾连，是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就比如说，最近拜登再一次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美国20多家军工企业代表窜台，200多个美国教官进入台湾地区帮助训练台军等等，每一项都让台海局势更加紧张。然而，他们却指责中国大陆破坏两岸现状，假惺惺呼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看着声势浩大，其实，在国际社会上就是小丑的表演。所谓的台湾问题不是什么国际问题，而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美国及其个别盟友炒作台海问题，注定是失败的。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方式，美国没资格指手画脚，因为玩火者必自焚。好，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